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1月9号。那么，随着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先生即将将他的这个权力呢交接给第四任团队黄循财那么这次的这个交接呢，未来呢对这个新加坡呢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呢我们就闲聊一下，预测一下。首先呢，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新加坡的国民来讲呢，未来呢这次交接呢会对这个新加坡国民的基础最低收入就是小时工资，每小时赚多少钱还有这个退休的工资包括这个医疗的这个福利的这个待遇呢我觉得会进行一个一定比例的这个提高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会进行一个现金的这个发款这个现金的发款呢，我觉得应该也会来这么一波的。因为呢，这个今天这个彭博社有一个记者呢，对这个李显龙总理呢进行了一个采访。这个记者呢，之前对他的采访呢，就是这个李显龙先生他刚当上总理的时候呢，他刚上任的时候呢，这个彭博社的记者呢，就是来采访过他一次。那这一次呢，应该是在他即将要离任的时候。那这个安排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个这样的安排。那这当中呢，这个李显龙先生他就说了，他说他呢会给这新加坡这个社会呢也逐渐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所以呢，未来呢对于这个老龄的这个市民对于这个医疗的这个加大的这个支出他也在想怎么样就是把这个费用呢就是给到大家。那同时呢，他也说了，由于这个通货膨胀呢也导致呢就是大家的收入呢也应该再提高一点当然了，这笔钱呢，其实对这个新加坡的财政来讲呢，这个不是一个大事情因为这个李显龙总理他说了他说，他们目前的这个退休的福利吧，还是医疗的福利吧，是和欧洲一样的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政府的支出呢，只占就是国民年收入的相当低的一个比例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个彭博社记者都没回应，因为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你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许多国家它这个财政赤字是很严重的许多政府都要破产都维持不下去，就不是继续借债的话呢，这个政府就要破产，就不运行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新加坡呢，它有钱有这个底气。当然了，我觉得呢，就是他说这个想怎么样把钱给大家呢？因为从这个新加坡的开国之父李光耀先生开始呢，新加坡它就其实能有今天呢，也和新加坡的广大国民一起努力呢，是离不开关系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他们肯定是不想，就是新加坡呢未来的这种福利的模式就变成这种养懒汉就是这种极左养懒汉的这种形式因为只有大家一起更努力呢这个新加坡呢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对吧？那么李显龙先生的原话呢，他说的是，他说有一些人他会掉队嘛，对吧？所以呢，就是这肯定要让那些掉队的人呢，就是帮助那些掉队的人然后呢，让大家更团结所以呢，这个呢，应该大概率99%这个对于新加坡国民的基础的福利基本基础的收入，包括医疗这方面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增长那么大家呢去新加坡工作的话呢，应该也会这个收入呢，获得收入也会越来越高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随着这个李显龙先生他的离任呢，他未来呢，在新加坡他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继续为新加坡做出努力就我今天看这个彭博社对他这个采访我发现
就以当前亚洲的这个政坛吧，能够像李显龙总理呢，用这个英语就是表达他的这种和记者进行这种比较深度的问答深度的这种交流沟通呢，好像没有人就比他做的更好了。这个呢，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尽管像日韩的话，其实也挺西化的，对吧？但是呢，就英语的这种表达呢，我觉得还是跟李显龙先生差的比较远的。因为这个李显龙先生呢，他基本上呢，他就是能够直接的不避讳的，就是表达想表达的东西。而且呢，这个表达呢是西方人他直接就能看懂的，他不需要去猜测就比如呢，像这个记者他就问到他说这个中国这个打台湾的这个事情，那么李显龙先生他就说了，他说中国呢，他说他觉得不会去就主动的去突然的打台湾除非呢就是被逼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是吧？然后呢，他说这个中国呢也是一定会去收复台湾的，对吧？就比起就许多不管是许多其他的国家呢，他们在回答这些比较棘手的问题上呢，李显龙总理呢，他还是非常正面直接的，并且呢，就是他没有那种猜测性的话语去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些问题这点呢，我觉得就是比他英语能力更强的人呢，这个没有他有这个政治上的这种经验但是你说政治经验跟他差不多的人呢，这个英语的表达能力呢又不一定有这么强，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他，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他非常优势的地方也是新加坡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大概率认为呢，就是未来李显龙先生呢，应该会作为一个新加坡的象征性的人物进行比如说推广新加坡的慈善文化或者说对外的这种比较重要的沟通对外展示就是新加坡的一些态度一些想法我认为他应该是做这样的一种工作。第三呢，就是这个虽然呢，李显龙先生他也说了，就是不希望反对派这个国会当中的反对派呢议员呢占更多数，是吧？就他呢就大家这个政府的交替不能那么的频繁主要还是以这个国家能够集中精力发展为主。但是呢，随着这个新加坡的国力它的这个经济实力呢逐步的这个增长呢，未来呢这一块呢应该还是会比之前呢要进步一些因为对于西方的，因为西方呢其实也一直有这种声音，对吧？他们就觉得新加坡呢是一种强人政治，是吧？这不是还不像西方这么民主自由那随着这个第四代团队的未来的执政呢，这个必然呢会往一个相对更进步的更自由的一种方向呢，应该会去发展。当然了，这个幅度呢未必像西方社会那样就是想的那样，对吧？但是呢，肯定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因为呢，对于新加坡国内的人来讲呢，他们肯定也是对未来就是更有这种盼头，就对未来更有这种会变得更好的这种期望存在，是吧？而对于新加坡来讲呢，就是这也能够避免人家的这个口舌，对吧？就逐渐的，它还是往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发展方向呢去进步，对吧？所以我觉得呢，未来呢，在这个自由在这个方面呢，应该就政治自由方面呢，应该会继续向一个开放的方式就会发展。在国际的政治方面呢，新加坡因为它长期以来呢，它是不站队的，是吧？就它不会向着这个，就像它是不站队的，它是没有这种帮派的这种感觉的不拉帮结派的这种感觉
就像这个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战争啊，还有像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这个战争。那么通常呢，这个他是站在这个比如说联合国法律啊，或者说一些道德啊，就是公理啊这个方向，对吧？他会去发表他的声音啊，他不会呢，就是说是站在这个利益或者说势力的这个方向，他不会呢站在就是说哪方面更强这个实力，对吧？这方面去出发。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因为它有这种相对中立相对和平的这种方式呢，它才会就是吸引更多的投资、更多的资金，对吧？一旦就是站队了这个必然呢，它也会受到伤害。所以呢，就李显龙总理他也说了，对吧？他说出于国家的利益出于这个新加坡国家的利益呢，但是呢，出于人道主义，对吧？或者说一些经济上的援助比如你说人道上的援助给资金捐款捐钱这个他们是愿意的，对吧？比如说你说像这个巴勒斯坦人道捐钱或者说像这个乌克兰捐钱对吧？这个他们是愿意的。当然，新加坡也有这个国力来承担这种世界这种责任，对吧？所以呢，通常呢就是双方就是不管是哪一势力的哪一个势力呢，都不太会就是对新加坡产生不满意的这个声音，对吧？就即使你说有的国家希望他站队发表一些声音，可作为他是一个小国来讲，他能发表什么呢？他发表这个声音这个意义大不大呢？就除了政治角力来讲，那么世界的资本、世界的经济还是要发展的，不可能就经济就玩完了，对吧？所以呢，新加坡的这种只要它的这个透明的这种公正的法治还在所以它这个政治上呢，它应该国际政治上呢，它不会就是去站队的，还是应该继续保持这个不会随着执政的这个交接呢改变。还有呢，就是新加坡的股市和这个货币。那么新加坡本地人可能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呢可能其他国家人不是很了解，对吧？就是新加坡的这个股市呢，虽然呢它不如这个香港股市或者说美国股市来的这个起伏这么大，但长期以来呢它是挺稳定的它也就是坚持呢会以这种分红派息的方式给到大家回报，虽然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由于这个新加坡的货币呢它一直很坚挺，它也不怎么贬值，所以长期周期来讲这个回报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就像这两年这个美元它升值的比较厉害，但是呢这个新加坡的货币呢它没有贬值它还是比较强劲的。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它就不想人家这个资金就是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一会儿来一会儿走，对吧？所以呢它的这个建立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金融体系吧。那我觉得未来来讲呢，它应该这个方面呢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还是一个以长期回报为主的比较稳定的一种金融的风格呢，来反馈给这个投资者。那么对于那个移民来讲呢，我觉得这两年呢，这个新加坡的移民呢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国际的这个资本投入呢也越来越多了。这一点呢，就是必然呢会导致呢这个新加坡呢，它未来对这个移民它这个要求会越来越高的就他们肯定也不希望来的都是一些土老板什么，是吧？随着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老龄化还有它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必然呢，他希望来的呢都是一些年轻的，然后呢这个高科技的方面的人才，对吧？因为新加坡它不缺钱，是吧？所以呢，在这个移民上面它会有选择那你像有些国家，它这个移民的一些策略他说这个移民的一些政策他说你过来存美元，你给我什么8%、10%的这个利息，对吧？但是大家敢吗？对吧？就是你这个大笔的投入这种美元，你投入在那里，你不敢呀，是吧？因为你这个别人这个法律就是不是很透明所以呢，这个未来呢，我觉得对于移民来讲呢，这个新加坡呢必然会收紧的
要求会越来越高啊，主要以这个高新技术人才为主。那这样呢，对新加坡本国的国民来讲呢，这也是一个利好的事情，是吧？因为新加坡国民肯定也不想就是整天来一些没有什么素质的人，或者说只是有钱的人，因为那些人他也只会什么推高物价推高房价，是吧？并没有其他的一些帮助啊。好吧，那么今天呢，我就先聊到这里啊，感谢大家。